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27号星期五了，今天出发去东京，不参加东京马拉松的比赛，但是比赛周的周末在东京有活动。东京马拉松早餐跑信息看屏幕。而且我会观赛，在赛道边给去跑步的小伙伴们加油。到时候如果拍到各位，我就都放出来。能来跑一次东京马拉松，说实话挺不容易的，现在名额越来越难。今天约了观众在这儿见面，所以今天咱们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大阪马拉松的小复盘。我本来是打算在室内做这么一期的，但是应该是来不及了。不过我还很认真的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3公里了，我们换个镜头开始。哎，今天的日出好看啊，又是红色的，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红了。这次大阪马拉松的官方成绩到目前为止是2小时39分46，成绩应该不会变了。那个临时的名次可能会变，它那个正式的排名和分段成绩还要2周多的时间才会出最终的证书。大家现在在官网上下载的那个叫成绩速报，就这边的比赛都是这样的，成绩速报是没有分段，没有排名，就最后可能会变，因为有申诉啊，有各种的。这次的比赛没有在大阪 PB， 但是呢，我觉得比跑了就其实差不多等于跑了 PB， 因为那个天气对我们这个水平的选手来说，差不多2到3分钟的影响，差不多。其实比2025年的无锡马拉松好不了多少，好几度有限。但是那个时候的无锡我还不太能理解，只慢几分钟。那时候无锡我跑了249，我觉得很顶了，所以说明进步了，有了 PB 的能力。跟去年的北马的时候也不一样了。去年北马的时候觉得 PB 是勉强的，现在如果再有一场跟去年和前年一样天气的大阪马拉松，或者跟去年一样的北京马拉松，那就 P 了。这场的准备饮食的层面，在这周末的会员节目跟大家详细分享了，可以简单说一下。就是这一场我跟前面一样，从去年开始我彻底放弃了就是那种断碳再补碳的逻辑，就直接补，从周四的晚餐开始的。我本来想从周5开始，但是看到这个天气，我决定提前了一餐。然后补的逻辑没有以前跑马拉松那么的随意，这次补的逻辑比较的认真，就真的很认真的在增加碳水的比例，然后降低其他营养成分的比例。这次没有停咖啡，但是呢，把2/3的咖啡换成了低因的。我以前一天喝3杯，就现在也是。原来3杯都是普通的，现在是2杯低因的，1杯普通的赛前。但事后证明可能用处不大，就不差这一点儿。但是如果你想说竭尽全力的一场，你需要咖啡因在赛场上给你最大的力量，并且呢你可能有严重的睡眠问题，那可以考虑再停的多一点。咖啡这个事儿，我的观点是你要是换低因，那就早换。这个后天的周日的会员节目我也说了，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会员节目也不是完全保密的，所以我在这儿说的基本上也差不太多。然后剩下的就是训练。训练这次给大家一个反面教材，就大家可以猜猜我这个月到现在，今天都27号了，我才跑了多少？我这个月到现在才跑了不到300公里，可能今天跑完也就是270、280，也许都到不了。这是个反面例子，不是说到了比赛月故意的减量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真的这个月不好。从上个月底的大阪半马之后，就状态就不好，就累，觉得消耗特别大，所以当时大阪半马之后，我其实是为了这次的大阪全马
然后我那一周整体的跑量只有平时的一半，我就在调整再恢复。但是谁知道恢复完了以后就感冒了呢？这就不期而遇的问题。不期而遇的问题，你就只能认这个事情让它发生。也就是说，我从比赛前4周，第一周是因为比赛大阪半马之后，我调整了一周，然后第二周就是生病了一周。然后像我现在的训练水平，如果想应对我的目标赛事，就大家其他小伙伴也是啊，如果您已经跑进2小时45这种，您想再冲一冲，训练水平非常高的话，一次生病差不多整体上影响10天，病程可能有4天到5天，然后后续的影响4天到5天，8到10天。我真正开始恢复努力的训练已经是2月10几号了，距离比赛还有不到2周，这就不现实了，因为最后一周还要减量。还有就是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最后一周减不减量的，最后一周一定要减量。就是你不能说我就拼了，说我前面没练的我都补回来，一定不要。你最后这一周要是补强度补量的话，到比赛你就完全跑不动了。也许我们平常觉得一天的训练没什么，但是你到那个马拉松赛场上还是不一样的。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的补给，好多小伙伴每次看我发定妆照都说：“嘿，一场马拉松吃这么多。”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看看那些东西都是什么。我把那照片也贴在屏幕上。那天起跑之前吃了一个普通的能量胶，没有咖啡因的。然后7公里和14公里各吃了一个普通的没有咖啡因的能量胶。一个是100千卡，一个是麦胜的那个160千卡大胶。然后这次因为我这边存的麦胜的能量胶没有咖啡因的了，所以咖啡因的能量胶就没有用麦胜的，是在博览会上临时买的。我都快比赛了才发现没有咖啡因的能量胶，所以从21公里开始，21公里和28公里还有35公里这3支我吃的是咖啡因的，但是咖啡因的含量不一样。只有最后一支是那种大的，它这边那个 Salus 那个品牌的，它有2种，一种就是白色包装的，那个是75毫克咖啡因，还有一种上面写了一个 Elite， 那个是125毫克咖啡因。所以那天赛场上摄入的能量胶里边一共有275毫克的咖啡因，再加上赛前早餐一杯正常的咖啡，我估计可能50毫克，那就是300多。我听会长那天直播说他那天大概是400，差不太多。我的经验是，就比赛日那天啊，不超过600，甚至不超过700，人都可以接受，不一定说人说这个安全剂量或者推荐范围什么一天少于多少，不一定的。这是那天的咖啡因，我最多一次比赛咖啡因摄入最多是2023年的波尔顿，那天真的顶不住了。那天差不多一场比赛上可能有600毫克，赛后还喝咖啡去了。但是不是多益善的，就咖啡因适量就可以，会有帮助的。就是你说能量胶这个事儿有帮助吗？有帮助，回头我再跟大家详细分享。然后就是比赛的策略，其实马拉松比赛，你说有策略吗？可能有，但是这个策略都是建立在能力的基础上。我仍然觉得不是决定，对不起，我仍然觉得马拉松，如果你是故意的去跑负分割，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事儿没有意义。就如果你能跑，比如假设你能跑2小时40，然后你跑了个2小时41，那不管你是正分割还是负分割，那都没有意义，都是失败的。对，马拉松不能说失败，因为有好多意外的因素。所以呢，马拉松就是一个努力的、匀速的完成的一个过程。
而且所有赛前指望说我后边可以加一加的想法，其实都是不现实的。这我跟大家认真的分享一下。你看我跑过这么多比赛，有的是努力的，有的是娱乐的，有的是以赛代练。所有在后边能冲一冲的比赛，我差不多第一次在后边冲刺的比赛是2024年的奈良，跑2小时51，那是我第一次娱乐参赛。那个跑那个成绩，我到后边去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我最后10公里开始就可以加速，就能加到3分40多，最后冲刺能加到3分20多。当然那没用啊，你的总成绩是2小时50，对不对？然后台北也是2小时50，也是啊，最后冲到3分10几的顺势配速，那在普通的马拉松里是不可想象的，对吧？这就像一个只能勉强破3的选手，告诉你说，哎，我最后能冲到3分45、3分50的配速，哪场马拉松都不可能，除非他是这场马拉松跑3小时20，对吧？就是物理规律，人的能力是不能被打破的。而反观你所有拼尽全力的比赛，最后的冲刺都是有限的。这次的大阪最后那200-300米跑到了3分30，就对我来说，我已经觉得是平常3分10几的体感了。而且真的跑过你就知道，你说看见32公里的牌的时候，最后10公里，你说你加一加，那个我觉得就是痴人说梦。对，真的，你要是能加起来，说明你前面跑太慢了。你别说30公里，很多人过了半程想加，就加不起来了。这是我真心话，反正我是这么体会的。我觉得我练到这个成绩和这个年限，我说点这个观点问题不大。而很多小伙伴其实没有发现这一点的原因是，或者他认为不对啊，我这场尽力了，但是我还是后边比前面快啊，那说明其实您还没尽力。我训练营里也有这样的小伙伴，就成绩不错，但是呢，我给他的评价是，你可能还能再快2-3分钟，甚至3-4分钟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大家看我的节目，看弹幕也能发现，对吧？这回头找一期咱们细说。所以那天没什么策略，我想的就是3分43以内起跑算是勉强顺利。第1公里3分51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一场有难度，几秒钟不好追回来的。你们看会长距离他的 PB 就差1秒的平均配速，对不对？不到1秒，所以不太好追。但是最后还是往前追了追，那几公里前几公里挺快的。而且我要纠正一点，那个我说 GPS 飘了30米那儿没有那么长，可能只有10米，那公里就是快。我后来看了轨迹图，佩斯4的表现很不错。是您约我吗？哎，你好。是我约的你。是您约的我对吧？对。好。走。哎，我差不多再有2公里结束了。没事，我陪你，我陪你。好。已经和观众分开往回走了，这边这个路口就得过天桥，这天桥就跟前两天比赛那个32公里的天桥是一个构造。那比赛天桥就是这条路再往那边大概2公里，2公里不到。他们这儿一到比赛，这种天桥就特别的繁忙，因为一封路你又不能不让自行车过，所以比赛有专门的一种颜色背心的志愿者帮行人搬车。就排队一个一个给搬上了，送过去，再给搬下去。所以这种桥上不让停留。但是比方你说我要过这桥这么走，让我拿手机拍一拍底下的跑者是没问题的。我这周都跑得非常少，这场比赛真的是太极限了。你看我之前的比赛完了以后，其实除了当天没什么事儿，就像昨天大家分享，这次到周3还不行吗？今天肌肉几乎没有感觉了，一点点，就是小的地方。那天比赛的策略关于配速，虽然天气很热，但是当时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，对我的影响可能在1-2分钟。如果我真的具备235的水平，我还是可以 PB 的。但是事实说明我没有具备235的水平，所以就没有 PB。
但是我一开始的策略执行是很坚定的，就是马拉松是这样，你定了策略以后，你得坚定的执行。以前我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我比较容易跑快，就我定了一个配速目标，但是呢，我可能前面有那么几公里会快很多，但是这次我一直就告诉自己，你不能快，因为就像刚才我说似的，那马拉松赛场上没有奇迹，就是你快其实没有意义，你前面快的你后边都得还回来，因为如果你前面说我快一点，后边不用还，那你不就超出了你的能力预期了吗？就像我，比方说我计划这场3分42，我前面都跑3分35，我计划后边不还，后边我还能3分42，那就不是3分42了呀，那就是3分39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说明你的3分42定的不合理，不是你的能力，这就是我的不成熟的观点。那天一直到第一次看到会长，在第一次看到会长看到我了，因为我特别远就开始这样挥手，但是视频里拍不到，开始挥手，然后我就喊加油，用中文喊加油。因为我为什么不像第一次那样喊会长呢？因为第一次那次确实有点欠考虑，我觉得可能影响人家。我也知道这场会长是全力以赴的要来冲成绩的，只是很遗憾天气不好，所以我就只拿中文喊加油。这样的话呢，不管是他还是其他国内来的运动员也都能听见。一听到中文加油，在这边肯定那得看一眼。所以我特别开心，会长和我挥拳。其实直到我第二次见到他，是他们的不到27公里，那个时候佩瑟尔刚刚下去，我看到他状态还行，而且后来看了会长分享了他的佳明的数据，到那个时候他的平均配速还在3分和3分01上下，就是还是在他的目标之内。好像是过了30多，有2个5公里的分段是3分05，如果我记错了，对不起啊。但是那天那个比赛过了，就我过了半程，他过了26公里的时候，就真的已经很晒很热了。我看我前后的人衣服都是湿的，有的是出汗，大部分就我这个段位的选手不会出那么大的，就那个气温下不会因为汗把衣服全都弄湿了，就我到最后衣服也是干的，就是你过每一个水站都得往身上浇水，我是每一个水站都把身上浇透，恨不得，尤其是就是臀部这块两片的肌肉，拿凉水一浇还是挺舒服的。但是这次的比赛没有那个吸水的冰的海绵，就只能拿白水浇，常温的水一晒还是有温度的，但是基本上2个水站之间，就2个白水的水站之间就干透了。这次电解质准备的也挺多的，这次起跑之前有一条那个麦盛那黑色的大的那个电解质，就700多毫克那个电解质液，冲了水，冲了不到300毫升，但是没喝完，就从家出发开始慢慢的喝到存包，大概喝了1多半。但是我后来才想起来，我干了个不好的事儿，就是我换完衣服弄完包存完包，我那瓶水搁地我忘了拿了，没给人家扔到该扔的地方，但是我确实是真的忘了。我走到起点我才想起来，我那水呢也没喝够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液体电解质这次准备了4个，我差不多就是跟着能量胶一起。第一个稍微吃的晚一些，因为一开始起跑没有那么热。第一个差不多是10公里，然后之后第二个18公里左右，第三个25公里，因为那个时候就20多公里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奠定基调的一个分段，一个距离段那个时候吃了一个，然后最后3、4公里的时候吃了一个，差不多是4个。就这种电解质液，我觉得要比电解质的胶囊和片剂更好。它既有一定的就是刺激就是味觉的能力，一方面呢它吸收的也快，然后携带也方便，主要是单独包装的。之前拿那种胶囊或者片剂搁一个塑料袋里，那你拿出一个吃，剩下的弄跑掉了或者怎么着不方便。你后来有了这种液体，我都吃液体的了。
这是电解质。赛道上的补给就是每一个饮料站都进，只有40公里，就是37公里之后的那饮料站我没进，每一个饮料站都进，每个饮料站至少拿2杯喝，但是你喝不了那么多。他们这边也是，这边办赛相对还是专业的，就是他那一杯水就一个杯底儿，因为你也喝不了那么多，倒特满就也浪费，也不好拿。差不多就这样一口，然后这一口能有大几十毫升就很不错了，就很不容易了。差不多这样2杯2口，那你那一杯喝完这以后，你就算还有一点根儿，你也不就这样，其实是很难的。比赛中你就不要想着把这些东西都吃干净喝干净，这也是挺难的。每一个饮料站都进。为什么说这次热呢？因为第一个饮料站已经是6公里的地方了，就是它没在5公里那儿不合适，太窄了。到6公里的时候已经觉得特别想喝水了，然后之后每一个白水的站也都进。一开始是不喝，一开始是往身上浇，大概过了20公里以后的白水站我也喝一口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这一场比赛喝的挺多的，到最后也有点轻微有一点点脱水，还是太热了。装备这次是导航大师，导航大师我觉得挺好的。我看前后的有的人就是他们也浇水，但是浇完水以后干得慢，就到下一个地儿的时候还是湿着呢。我那浇完一会儿就干了，但是干得快也有干得快的不好，就是它叫什么？吸热吸得太快了，它不持续。但是确实那衣服挺舒服的。那衣服可能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吸满了水以后，因为材料有点厚，可能略微觉得有点沉。这是我觉得一个缺点。但是因为干得快，所以还好。裤子就是这条。裤子就是这条，这个4.0的福比特袋鼠裤。那我这个兜里装了2个能量胶，然后这个兜里装了2个能量胶，然后两边这2个兜里分别装了一个液体电解质，然后剩下的液体电解质我都装在了前面的兜里，然后还有现在这个相机，现在拍摄的这个相机也在前面的兜里，然后后边的兜里，这个兜里装了一个能量胶。它这个的优势我觉得就是它前后的兜都是敞口的，这样在比赛中特别好拿东西。你要是那种就是跟传统那种腰包裤的是那种，就不太好拿东西。这些全放完，你们看我的照片视频也看不太出来，对不对？又不难看，然后还好装。为什么电解质要分开装呢？因为麦胜那液体电解质虽然有好多优点，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，就是确实是太小了。我有一次就是都放在前面兜里了，拿一个把另外的带出来掉地下了，就是去年无锡马拉松掉地下就捡不起来了，肯定捡不起来了。差不多是这样。鞋是李宁的6E，那天就是我觉得李宁的品牌特别挺好的。那天完了以后就刚发完节目，李宁的朋友就问，那个磨水泡没事吧？然后可能就是想问问是不是鞋的原因吧。然后跟他讲，我说不是鞋的原因，就是太极限了，就是只要你特极限的时候，你动作一变形就磨。那个是我2个脚趾头中间，就是你太较劲了，就是你这样。整体上是非常好的一双鞋，但是那双6E差不多到了比赛的寿命了穿了几百公里了，再有目标赛事的话得穿新鞋了。但是这次可能能有其他的鞋来试一试比赛。袜子是境界的，我境界那这么多颜色一配，确实就是这双。你看我今天穿的是9U，比赛穿的是这双。还是挺搭的，对不对？黑红。今天我的裤子和袜子是比赛那天那样的，然后帽子呢，我没有带我要上市的联名款，因为现在大多数帽子那后边那个扣都是那种就卡扣，别不了相机。现在应该只有 Nike 和阿迪现在还是这种扣。这个回头我问问能不能单独给我定做一个，或者其实如果有缝纫机可以自己换粘扣的，但是我没有缝纫机。我小时候我奶奶弄缝纫机给我做裤子。行吧，关于比赛的复盘，
也不算是完全的复盘了，一些不成熟的经验分享吧。然后一会儿回去，吃完饭，今天大家看到的节目应该是在新干线上剪的了，我们就去东京了。下午东京马拉松博览会再见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